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现在全球都在看美中两位领导人终于通话了。川普喊了好久，从上任之前到上任之后，一直到半年后，终于喊 call me call me， 这个热线通话终于等到了习近平的对话。这个新华社的官媒的这个牛弹琴特别点了10个点哦，到底有哪些看点呢？不寻常。第一个强调应约。就是说他是由美国川普总统应约，所以有个对话，90分钟的时间谈什么？有2个尤其要排除各种干扰破坏，尤其重要，就很重要嘛。破坏干扰是谁呢？那像在日内瓦的协议，重点是已经谈了一个初步结论啊，那人家谈的就要往下落实啊，而不是谈归谈，做归做嘛。那强调有诚意、有原则，那一句话叫做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啊。所以重点呢，这个川普形容非常尊重大陆领导人，美中关系很重要，也乐见大陆的经济保持强劲的成长等等的啦。那重点在于大陆留学生也表示欢迎啊，还有习近平欢迎川普再次访中，川普也回邀对方访美，所以接下来是不是看到川普到大陆去的画面了呢？当然，最重要的是美方所宣布的这个声明里面强调的是稀土，稀土对于它的各种的关键资源都很重要，所以联合早报特别讲了这一点。中国祭出稀土牌，寻求威慑，不是中美脱钩或两败俱伤。美国呢，则是以晶片来对中国卡脖子。中国无力还手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那很多外企在看这个流程上面，就是说中国啊，因为把稀土虽然好像是内瓦协议谈定了可以出口，可是一直把流程压着慢慢的出口，以至于等于没有出口。那现在大陆商务部也回应了，发言人特别讲稀土这些关键物资当然是为了军民两用。特别的属性里面，各家政府、各国政府本来就会有各种符合规定的申请申请当然也要批准，要有特别的做法，掌握稀土优势，迫使川普转入守势，这个也是关键的重点之一。矿产危急的是什么？可是美国的军事准备耶，所有的军事系统、直升机、飞机、坦克所需要的电池材料，通通都在其中，所以非谈不可。那有没有预先谈了什么？当然前一段我们谈到了台湾的话题，那我们到底台湾有没有被谈了什么？其实我们也无从得知啦。但美中的贸易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标准条件是说，有没有可能再开战呢？还是真的2个人谈话之后就搞定了呢？美国能源运输业者收到了美国政府的信函，告诉他们说，要求在出口生产塑胶的重要原料乙烷这件事情到中国前，需要先取得许可。所以大家都两面做法。一边谈一边也要内部再有一些关键，希望能够卡对方的这个资源，还是要卡一下，一数，不知道双方到底真正得到的关键和共识是什么？那被形容叫做大陆有太极化嘛，这个美晶片制裁，就是卢特尼特讲的这个川普政府商务部长特别讲晶片是美国最重视的关键，从拜登时期不断的想要围堵，让台湾像中国大陆台湾也不要卖到大陆去，然后中国大陆要被卡住，但川普就力拼18个月内要盖好先进的晶片工厂，而且他要的是整供应链，从设计制造到产出都可以在美国，所以这个晶片厂要培训出500万呢。500万的工人，目标是在川普任内产出500万片呢，晶圆呢，哇，这个算是雄心，能不能做得到？其实真的这个是一个大问号，开了一张非常大的支票。那其中川普有25%的关税威胁苹果，你不准怎么去印度啦，要离开大陆等等的这些。那显然有个这个报道特别去分析，是前金融时报的记者他来分析的，苹果其实不能离开大陆，为什么？因为依赖太深了，对于生存威胁的并不是川普祭出关税，而是中国。如果苹果真的担忧脱钩速度太快的话，反而激怒北京当局，不管是产量出现问题，或者是后续它的市场还是这么大，在中国大陆对于苹果来讲，恐怕才是不可承受之重。而最新有个消息是华为各种的晶片虽然在管制全面的
掐脖子之下，逆势成长，自己研发了新的各种技术，其中最新即将发表的5G 智慧手机，被这个网红把它拆解来发现，居然里头的晶片使用的是5G 的模组。这个网红布洛克非常的惊讶，说想不到，以为是4G 而已，居然成为全球第一个看到新的麒麟晶片是5G 的智慧型手表，那代表着华为的技术往前进了一步吗？这也是美国全面想要围堵的晶片战里头做不到的。董哥，我们先来看看川习的通话怎么看？川习上一次通话是川普要上任的前3天那大家可以看到，等川普上任以后，他一直希望跟习近平见面那当然一直等不到回应，所以川普就被人家讲你就是设立内人，你做了那些动作，最后都没有所以现在川普有一个说法叫 taco 嘛墨西哥的饼那 taco 当然最后那2句是让他对他来讲是很难堪的chicken out 胆小鬼怯弱者那为什么这一次习近平接电话就是变成全世界大家都在注目？因为他今天刚好2件事嘛川普跟他的最佳伙伴马斯克完全决裂，跟他认为最可怕的敌人习近平通上电话，就是那个反差在川普4个多月就任以来他有一个他的不变就是变对，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始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因为川普是第二任第一任他已经跟习近平交手过，而且他对习近平做了很多突袭措手不及。2018年中美贸易大战中国大陆他没有想到美国会这样出手那他有措手不及，他受到蛮大的伤害，所以对于川普习近平当然他就非常的谨慎。那谨慎的话，因为川普是一个讲话完全不可信的人就是说你就是跟他打交道，你一定会吃亏，他一定要占你便宜，你不跟他打交道，他就把责任推给你就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为什么会全球瞩目呢？因为在美国记起关税制裁的时候，那后来全球都受到影响了他对中国大陆的关税搞到245，大家都记得那个数字那后来呢？后来在最重要的5月12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两边都有谈判嘛。谈了以后，5月13第2天美国通令全世界所有的人不准用华为的升腾 AI 晶片就是我开始抵制你，我昨天才跟你谈了，我今天就抵制，没有错，这就是美国人的嘴脸。所以谁相信美国人，谁就吃亏。他这个就已经摆明了，尤其是川普是完全不可信任。然后接着美国又对中国大陆做什么？大家在讨论稀土之前，你要先看美国做什么。美国把要求所有中国大陆的航空飞机C919所有的晶片全部不准卖给他就是半导体晶片不准卖给他，航空的那些零件也不准卖他跟你谈完以后，他马上有这个动作，那你没办法谈判嘛。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就祭出了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稀土。那稀土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不晓得稀土的那个日本上个月5月他的铃木汽车就停产了，他停产没有稀土没办法做一款叫 Swift。对那大家看到就哇，那美国当然很多武器或军机什么之类都会受影响了，所以他其实就是真正掐到了这个脖子。那川普因为他一直跟习近平就说你打电话来根本没人理他，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最重要2个字叫做应约新华社发2个新闻第一次没有写应约，第2次强调它是应约。应约就是你打电话来，我勉强去接这个电话给你一点面子。那川普就很高兴，赶快 po 上去。哎呀，你看我跟习近平通话了所以这个态度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雀跃不已觉得说哎呀，你看全世界每个人都被我等于说都来找我，或者来闻我的小屁屁。你看只有习近平不理我，现在他接我电话了，就到处敲锣打鼓。大家可以看到了川普那个嘴脸，欺善怕恶，对，欺善怕恶了那就是他口嘛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有这一点来看的话，现在当然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看川普笑话那当然接下来他中美毕竟有些东西还是要谈。那中国大陆他现在祭出了这个稀土，证明是有效的因为美国那些汽车公司已经给川普很大的压力。
你再不那个下来，就换我们的车厂要停工啊。所以川普现在就想方设法他现在自己扑上去，讲他跟习近平对话，习近平要他到中国访问，他也要习近平到美国访问，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在尔虞我诈之中，现在中国的态度不一样就是说他现在又比2018年被川普所突袭那时候还强硬，而且这个强硬有一个后盾，就是前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做后盾，做后盾，全部让你习近平你打算怎么做你就跟他对干没关系。那中国大陆现在盯住了一个就是全世界被川普欺负的国家，要全部每个国家都被川普欺负大家看到以他为领袖，所以他现在变成说等于说是让大家来仰望，大家都在看你的态度啊。现在因为他这个态度一出来的话，欧盟啦，或者各个的国家啦，大家都觉得说，中国大陆反而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一波里面，其实川普伤痕累累，但是接下来他如何去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美国的经济如何去再伟大，其实那个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是不是想方设法要改弦易辙？要从中国大陆这边争到一点点尊严，表示说，你看习近平跟我是buddy，因为大家也知道，2天前他还讲，哎呀，他对习近平都尊重啊，是我的朋友啊，只是他因为比较强硬啊，很难沟通啊。其实他讲完话以后，习近平就接他电话了，就说好，那你既然在很幽怨的在抱怨，那我就给你一点面子。可是接下来这个面子还能继续给吗？因为美国的小动作实在太多了。因为川普的政策很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一贯性，也没有稳定性，说变就变。那同时呢，欺善怕恶，这也是大家都看出来他的特色。你看看过去怎么对他不管批评中国大陆怎么样，最后仍然讲，哎呀，中国大陆是非常尊敬的领导人，双方关系好重要啊。严老师，你认为这当中这次的谈话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刚刚小董已经提到，就是说从上一次谈话就任之前到这一次，差不多经过了4个多月嘛，快5个月了那为什么会这么久？很简单，从他上任之后，陆续不绝的有很多的外国的领导人去白宫你看泽伦斯基被羞辱，当面羞辱，然后南非总统被突袭，然后其他的人他后面讲完话，待会我们聊到德国也差不多，还得了便宜还要再骂人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的风格。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的模式跟川普完全是两个没有要配合他办理，不仅是不配合，而是2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嘛。那大陆是照本操课，就是按照这个剧本走，规规矩矩的，就是我要讲哪些话甚至你看 CNN 讲到说，过去拜登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们幕僚私下先预备好餐是什么餐然后呢，这个花要怎么放，从哪里进来？那个细节就像我们编舞台剧，哪个人从哪个门进来，几分钟之后进来，都已经安排的好好的。川普喜欢不照剧本演，对吧？那大陆觉得说，万一今天我又被你我又被你突袭怎么样？就好像上一次，对吧？跟你见面，你忽然对这个叙利亚放几个这个飞弹，那我怎么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所以非常谨慎。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次答应了？我觉得和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放炮有关系。就大陆觉得说，你不能一方面又在谈贸易，一方面你这些国安的人员在外面一直说我是威胁，一直讲这些。你如果真的要做切割，你就应该把安全的议题。不应该就是说，好像一方面又希望我们能够达成这个贸易的谈判，然后没事又污名化我这样子的话，那大陆当然不愿意。我觉得这一次谈话这一个，我觉得是应该可能是要求川普去稍微约束一下他的这些内阁的国安的官员。但是如果你看今天他们2个人讲了，川普还是在吹牛嘛，还是讲说多好多好。那大陆讲的比较平淡一点，而且也看得出来，好像川普很高兴说，他们邀请我去了而且邀请我去，可是大陆好像并没有答应说习近平要来美国访问因为我觉得大陆一定是认为说，先让川普来，我主场我可以自己操控的比较好，我到了美国，我不知道川普又会搞什么把戏，但是我先占了主场的优势之后，再去看
客场到底怎么做啊？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美国跟大陆在互动之间两个不同模式最根本的差异外交最大的差异。那而且就是大陆也没办法相信，就是我还是要举一个例子啊，这个稀土的问题，稀土是一个非常污染的，等于是大陆今天污染了它的环境。它的包括这些采矿的这些做这个和做稀土的做精炼，这个提炼的这些工人，对不对？牺牲了这么多，结果你们没事还要这样子占了便宜，拿了大陆的稀土的这个，然后还要来批判，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没办法忍受的。就是说，今天大家要去想一想，你今天得到了这个稀土的好处啊，用在你的这些高科技上面，你为什么没想到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因为太污染，你就没有做嘛。是小建党，当然这一次川普急着非要通话不可的关键就是稀土。那稀土用在国防上的用途会不会卡关？这个绝对是重中之重。这一次虽然川普有成果吗？虽然是这么说啊，那可是终究是怎么执行，其实并不清楚啊。那刚刚董哥有特别提到一个，也就是 Suzuki 的部分。Suzuki 它的车子 Swift 现在已经停产了啊。那它停产之后，但是它不是一直停产下去啊。那它只是现在暂时停产。那它呢，到了13号的时候，它的生产线会部分恢复，然后16号的时候恢复生产。意思是什么？真的是断供了，所以它在等新的稀土进来。那稀土呢，我们经过这半年啊，已经学了很多，无论是锗啊、镓啊，或者是各种的无论是轻稀土或者中稀土或者重稀土，大家耳熟能详啊。但是呢，我一再的强调啊，也就是有关于稀土的部分啊，其实跟当初美国管制中国大陆的晶片，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友说，对，就是要对美国卡脖子，卡到死。当初美国也是对中国大陆这样，所以中国大陆自己开始自主的生产晶片，然后自主的去做这个极紫外光刻机的突破。其实现在美国也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中国大陆不断的对于美国对于稀土管制，然后甚至他还一件一件慢慢审啊，一件一件慢慢审。Swift 就是第一个中枪倒地的。那其实现在我们讲到 Phoenix Telling 这一家公司已经开始今年夏天啊，它要启动一座200吨的一个稀土金属的一个精炼厂。未来呢，它还要扩展到400吨，甚至未来还有2000吨到4000吨。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他现在在做替代品，所以当我们在进行这种国家的竞争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战略的对，也就是别人会不会做出替代品的部分呢？那至于说我们讲到川普来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前2天我们在讨论什么？也就是讨论川普总统夜不能眠啊。其实如果从《后汉书》来看啊，这就叫做穷寇莫追啊，不要让美国总统彻底翻脸。所以也就是时间到了，但是呢，应约，所谓的应约就是美国主动，其实中国没有需求，中国是被动应约来参加的。那但是呢，这里面提到了干扰与破坏，到底是一天到晚谁在干扰，谁在破坏？其实除了内阁阁员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媒体在配合的唱和，然后破坏中国大陆的形象。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少讲的，也就是台湾问题啊。习近平可是有讲清楚啊，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利益。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是重中之重，不可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不是常常讲吗？这要请到时候美国来 AIT 来报告啊，你请了吗？你请得来吗？你现在的 AIT 的人，他真的是核心吗？他知道在讨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我们去报告吧，好不好？对那接下来这一题呢，基本上是我觉得今天最有趣的新闻。我连走在路上，还有坐在捷运上看到这一题的内容，我都会笑出声音来，因为这实在是太肥皂剧了。这个标题很有趣，川马友谊小船翻了吗？这是友谊小船，马斯克本来还风风光光的在白宫被欢送，突然就发文了，他忍不住了哦，就各种的发文，其中这一篇哇，被形容叫做核弹级的毁灭文。他说呢，该是时候丢出真正的重磅炸弹了。川普总统就在爱普斯坦的名单上，这就是他不想让名单曝光的原因。爱普斯坦是谁？2008年坦诚跟未成年者从事性交易，多可恶啊！在台湾看未成年的影片就已经被大家挞伐到如此，这个是跟未成年者的性交易犯行呢，从1994年到2004年、2019年，突然在狱中离奇身亡，怎么挂的也没人知道，是被暗杀了吗？但这当中的秘密是，到底哪些是他的客人？有一份完整的档案，本来川普竞选期间是承诺要全部公布的，结果他上任之后呢，只公布了第一阶段的解密文件，然后名单平平无奇，都是大家所知道的。还有别人呢，其他的人呢都没有包含啊。结果现在马斯克说，就有川普在淫魔爱普斯坦的名单里，哇塞，这个不是非常严重，甚至要被司法就办的吗？白宫发言人出来讲话了，这个是马斯克令人遗憾的一次发言啊，对大而美法案的不满，其中没有纳入他所主张的政策才会这样哦。但 FBI 的回应非常值得大家来思考，问他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他只说不予置评。他不是说子虚乌有，不是说假新闻哦，他是说不予置评 ，no comment 啊。川普当然很生气，他痛骂马斯克越来越没用了。是我叫他离开的，不是他自己要回去的。他取消了那个强迫所有人，他又来帮人家扣帽子啊，要大家买没有人想要的电动车。所以他是说特斯拉是没有人想要的电动车嘛？我真的是看一次笑一次，要大家强迫买的政策，他早就知道我会这么做，结果他居然整个发疯了。所以他一直就说这些话都是发疯吗？当然，马斯克继续讲，他说若不是我，你忘恩负义啊！要不是我，你早在共和党2024年就已经大败了啦！哈，在 Tools 上面讲，我们预算中最简单的方法，这个川普回应这两个一来一往的，就是终止马斯克的政府补助跟合约，还能省下数百亿美元。哇，大家立刻想到了太空，不是有很多 NASA 的合作案都是跟马斯克合作的吗？结果马斯克还立刻反击说要终止合约是吗？即日起 ，SpaceX 载人到太空船飞船的这个 Dragon。立即返航啊，没有啦，立即从 NASA 退役啦，哈，哦，不干了，我不帮你 NASA 做太空，当年还答应承诺川普要在他任内带他去火星的，现在这个朋友开撕之后，什么火星哦，我连太空船叫他回来了。美国前国师班农语也很有意思，插入这一局，他说，川普当局啊，应该在今天午夜前立刻接管马斯克的 SpaceX， 因为这个是重大的美国的国安太空上的关键技术，如果真的被马斯克做了什么的时候，哇！我相信这还不只是这件事毁灭文，恐怕还有更大的灾害。如果两个人真的翻脸要硬干的话，结果让人立刻开撕的新闻，让美股直接被拉黑、被拖累，特斯拉则是惨崩14%。那川普跟白宫的助理呢，则是暗示说不能再吵下去了啦，他们正在缓和关系。这一天之内，马上的快速的转变。那川普接受 Politico 电话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分手还大骂这种事情，他说：“哦，那 it's okay， 没什么大不了，就是没有事情，没有意思，要再痛骂他了，也没有让他升级。甚至知名对冲基金的发文里头说，两个人应该为了美国的利益啊，一起选择和解啦，让 peace 啦能够实现啦哈。结果呢，Elon Musk 去回应嘞，回文说，you are not right， 就是你是对的，所以意思说两个小朋友打起来，都想停下来了嘛？那个最伤人的话都讲出来了，还有没有更多啊？大家蛮想听好了，全球因此在美国这种不确定性，然后这种疯狂的状态里，是不是更多的拥抱
或转向大陆的合作来求自保呢？例如英国虽然是第一个跟美国签各种经贸协议的国家，但是发现了有一个史上最多官员的多位英国市长啊、副市长组成的代表团从英国出发到了中国大陆。其中一个副市长回国之后，甚至还买了中国品牌的荣耀手机。那跟几年前英国政府禁止华为参与各种5G 全面政府机关不准采用，形成了强烈对比。去年11月，施凯尔在巴西跟习近平进行闭门会晤，当时他就说了工党推动对华接触。欧盟整个态度也变了在川普也要弄朋友，那所有的对话都非常的强硬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俄罗斯跟对中国的谈话还是最柔软的呢。欧盟其中也是被伤害很深的。南华早报说，在西班牙这些国家主张都要深化，也会改变了。德法领导人也将于7月前往北京。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在国际上面，中国在非洲的好感度排名已经超过了美国跟欧盟。而中美的关税大战呢，这个刘建超他的分析是中国大陆的中联部的分析，他认为马上就有中国跟周边国家的政党会对话，5月26到26这个在北京举行的这场对话了马上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这所有的人呢，中方代表跟200多人出席，有跟邻国最友好的时期来了。过去话语权在美国被黑化被抹黑，现在呢，全球跟中国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龙哥，马斯克在他的个人经营的这个媒体X 上面今天发出一个问件说各位美国的朋友，你们希不希望在这2个大党之间，还有80%是没有党的，我们来成立一个党，第3党第3党有80%的人是赞同的因为有280万人在上面表达意见的嘛投这个票了。那大家可以看到80%是赞同的马党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有钱就有一些摧毁的力量，除了他去揭露就是川普跟这个就是跟儿童的那个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马斯克现在所有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川普他其实会担心，一定会透过中间的人赶快不要在那个，因为在美国想搞川普的人也很多，媒体人都会对他不那个，所以今天《纽约时报》在这个事情以后马上列出来了，2个人各有4项武器可以毁灭对方都有核武器的吗？都有核武器那当然，川普的力量会比较大了，因为他常用国家的力量比如说贝佐斯就被他搞到了，对不对？那黄仁勋也差一点被他搞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川普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是马斯克这次显然他是非常生气。这生气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你那个大而美这我是来帮你省钱的，我才会到政府效率部。那我要做这些事情都不如你这个大而美，所以他开始还没有很全面针对川普。他针对是共和党这些众议院这些议员，你们怎么会过？以后大家来罢免这些人，这些都是他过去的同伴呢。你知道马斯克在川普选举的时候贡献2亿5千万的美金给川普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是金钱是没有上限的，竞选经费随你用。那大家可以看到，马斯克今天他可以很神气对外讲，他说共和党的总统大选如果没有我，早就落选了。忘恩负义，忘恩负义那他现在呼吁大家说来抵制这些共和党的众议员。那因为这个案子还要冲到参议院嘛，所以这个其实对美国社会来讲，它震荡是很高的。那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他显然想说，先把他就想把他和缓一下，所以灭口白宫的发言人他平常也是很呛辣泼辣的，对不对？现在都好像很轻描淡写。各位朋友当然这个好看，这就像2个小孩子在公园里面打架，对不对？什么话都讲得出口都讲得出口。这是2个这么大的领导人。但是川普我觉得川普他自己会觉得他应该收敛，他虽然也很气但是接下来的话，因为马斯克会有他的破坏力嘛他毕竟是全世界首富。如果接下来的话川普接下来你必须面对的下一次的期中选举，虽然你不选了但是马斯克现在提出一个口号，我们让川普下台，让副总统来当总统。他所有很多东西会搞到共和党里面会有分裂现在共和党大家就想说，大家都依靠着川普
即使认为川普做得不好，在众议院、参议院都还挺他，要不然你就会被围剿。因为川普也养很多青鸟啊，就他在美国有很多青鸟，那种始终的要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那种人。那川普现在觉得说，他应该是不是把他缓和一下？那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没有人能够对付马斯克啊，除了马斯克的儿子。他给马斯克揍了一拳呐，他到白宫，他把那鼻屎放在川普的桌子上了，所以有马斯克儿子现在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谁知道？严老师对于这所有的用词跟爆料，绝对马斯克拥有非常大的破坏力，会胜选。当然跟他的社群运算各种的流量。运算是绝对有关系，那他的钱用在哪里也影响他现在声量这么高的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攻击川普的话，不为人知的事情，那真的是全球有戏看。对，我觉得我是蛮失望的，因为当川普那个司法部长提名人就是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众议员盖茨，后来发现说哇，跟未成年女性有这个性交易，所以他就没提名他。可是海格赛斯也有那人家问我说，为什么海格赛斯被提名？我说把海格赛斯这种行为跟川普放在一起，川普都是跟成年的女生玩，所以呢，看起来还是像在教会里头诗班在唱诗的，他的这个道德可能还更高一点。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你今天跟 Epstein 有关系，那就表示你跟未成年的那这个是不能原谅的。在美国，我觉得你婚姻出轨大概都可以接受你有第三者，什么小三小四，大概大家都可以。可是未成年是一个禁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核弹级的炮，就是如果真的打出来，我觉得川普必须要非常谨慎的来面对。那当然，马斯克对于他这个大而美这个法案是非常不满，因为马斯克大概是比较天真，会相信说共和党是一个喜欢小而美政府的他很共和党最讨厌这个大政府就是从罗斯福1930年代搞出来的这个新政之后，美国的这个叫做这个 big government 这个大政府、大有为政府，那个共和党是非常讨厌的，总觉得说政府最好的事就是不做事，然后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所以你看，雷根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们常常会期望政府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政府就是问题所以美国是不希望共和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马斯克觉得哇，这个想法很好就好像一般私人公司要就是非常精简的，你的预算等等要用在刀口上，这些都对嘛，所以他就进去做这个政府这个效率部门的，就怎么知道你现在搞一个大而美的这个预算案？所以马斯克对共和党的众议员不满。我现在发现他确实还有一点影响力，你已经可以看到参议员有些共和党的对这个议案有所保留了。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说是不是一定能过，因为毕竟你们跟共和党传统的价值是背道而驰。所以我像现在我都不太相信政党说主张什么，因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什么主张都可以有。就是川普的话可以信吗？我们刚刚带导播一直说到的是，当时川普在推销马斯克的电动车，那台火红的电动车跑车，就他现在说那个是没有人要买的电动车，不是送他一个车队。小舰长。那其实我们看到有关于马斯克跟川普之间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很好。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马斯克并没有支持川普，他说他不具备代表美国的一个格局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两个人开始站在一起的？也就是去年的7月的时候，因为一场造势活动，然后川普被枪击中的时候，那个时候马斯克讲全力支持川普，这个两个人才合在一起不过合在一起没用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现在就是因为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礼拜三就拿过这一张手板，我就在这边讲这是《纽约时报》出的，也就是竞选期间马斯克一边毒品泛滥，一边家庭纠纷不断意思是什么？我先抹黑你，你要走是不是？没问题，先抹黑。那先抹黑之后呢？那当然啦，马斯克我那个时候就讲了，
马斯克一定有后手，果然是后手就出来了。当时先 NASA 的预算砍他的各种补助也砍了。对，那个砍了补助啊，而且还他支持的那个 NASA 的这个署长也一样了，全部被换掉了。那为什么马斯克他这么在意 NASA 呢？因为其实马斯克我们大家知道的都是 Starlink 的部分啊，但是呢，其实他在前几年他推了一个，也就是星盾的部分。星盾的部分其实它是部分用了 Starlink 的技术，然后它最主要的可以作为地球观测，这个也就是川普特别强调精穷的部分啊，他要用红外线观测这一个地球表面，然后有没有那个飞弹起飞啊，各型的飞弹。那另外呢，有关于通讯，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再透过这个地面台，它直接的从中间，在太空中间用 Starlink 来链接。马斯克一条龙啊，还继续吃啊，他还可以托管筹债，就是我帮你设计，我帮你发射，然后我帮你那个进行通讯，我还帮你托管，意思就是这个我通吃。可是现在看起来哦，也就是如果他跟川普啊真的闹翻了，其实这个钱他大概不一定能赚得到。但是呢，其实这个两个人啊，其实互相都有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他不找马斯克的话，谁能来做美国相关的一个太空的那个相关火箭发射啊，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些卫星，甚至精穷，谁能来做呢？其实没有，所以他们两个是互相需要，但是现在这也就是互相伤害，互相伤害，这也就是 Politico 讲的，现在他们两边的这一个参谋啊，都希望他们就是康党，赶快就是不要再吵了，再吵下去对彼此都没什么好处。现在全球领导人还勇于到白宫去直接跟川普见面的人，其实真的很需要勇气。那么前2次有2个被羞辱的记录，这一次呢是德国的总理拜访了白宫见川普，那特别在金色的相框里战战兢兢送给他一个礼物，很特别哦，说是川普的祖父是德国出生的哦，他有个证明书，用个金色，一定要大家知道他喜欢黄金，用金色的相框标注的证明副本作为访问白宫的礼物。但是有在客气的吗？川普还故意提6月6号啊，是美国人协助你欧洲结束战争的日子。来看看这个到底川普挑衅他怎么回应。 We are having June 6th tomorrow. This is D-Day anniversary, when the Americans once ended a war in Europe. And I think this is in your hand in specific, in ours. That was not a pleasant day for you? No, that was not a pleasant day. This was not a great day. In the long run, Mr. President, this was the liberation of my country from Nazi dictatorship. That's true. So, That's true. 算是很冷静稳健的回应了哦，让美欧所谓合作要很重要这件事情，让川普接不下去。哎呀，这不是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是我美国解救你啊，这个概念。但是梅尔兹访问白宫身上的柔软呢？ 川普就形容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俄乌战争是怎样不管不顾了吗？自生自灭了吗？川普居然形容现在像是小孩打架。刚刚我们讲了这个跟马斯克2个人小孩吵架，但现在梅尔兹认为，现在川普啊必须要去结束战争，他是关键的人物，必须要支持乌克兰。德国是这样的，但是川普的回应就只是说小孩打架啊，也没有谴责俄罗斯啊，因为俄罗斯现在展开了大规模连夜对于乌克兰的轰炸。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是连续俄罗斯发射了飞弹、无人机，整个晚上多处传出了建筑物啊，还有被轰炸啊，各种的防空系统都在全面启动，整个城市又是被战火给蹂躏。但俄罗斯的无人机空袭呢，美国却川普这里搬走了。 反制系统、防空系统，基辅就求援啦，有包括500架以上的无人机在轰炸。拜托乌克兰呼吁盟国填补这样的缺口，因为美国把中东美军部队的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都拿走了，那他们的这个防空的每天发动无法因应。 美国陆军部长说，无人机攻势连美军也无力招架，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弱点跟危险，哎，慢慢等吧，不给你了嘛，哈。所以大陆的军事动作呢，则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战机交付抢手。从印巴冲突之后，中国解放军有2波事件。
出了第一岛链，日本大阵仗，有3舰1机在监控。看到这样的对峙画面呢，包括了日本防卫省派出秋月级的护卫舰，还有兆月号等等的应对。有055型的飞弹驱逐舰拉萨号等等，双方都各秀军力，也在这个航行当中展现军力。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歼35里头，更看到了大陆搭配的霹雳17导弹，让它的射程高达400公里，更添巴基斯坦的底气。但第二买家也出现了哦，央视好像是直播带货一样的在介绍这一台。涂了204编号的黄色的蒙皮歼十 C1的战机，204编号指的可能是第2次交货的第4架了哈，所以看起来大家好像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应对之后，看起来很热卖印尼就说我们考虑要买这个歼十战机啊，为什么不买呢？性能好，价格合理，有什么理由不买？而大陆所谓的科研实力，现在是全球一直在围堵当中，自己的不断的突破跟展现，包括首次科研团队完成的星地量子直接通信系统，看起来可以把太空、包括天空跟地面的一体化量子通信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吗？或者是上海有张园哦这样的比较有艺文气息的这样老房舍的区块，7500吨建筑搬家，居然是用机器人移位系统，每天以大概10米的速度来进行，哇，可以整区这样整件又精准，那慢慢的抬430台机器人把它抬着整区一起归位，这也是都市规划让大家很罕见，有点觉得瞠目结舌，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了。董哥看到了川普继续对欧洲国家的态度。对啊，因为川普这个态度，现在大家已经了然于胸了，所以谁要去接受羞辱，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了哦，其实川普上任很多态度大家都很清楚了。川普说我上任第一天，俄乌战争就结束，结果没结束。那普丁嗅到了这个氛围，就说你一定是对我会不会像拜登这样，一定对我比较友善。好，他一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想法一发展出来的话，普丁就觉得自己比较笃定，可是没有想到乌克兰最近做了一些攻击嘛，那这个攻击除了对他的那些飞机做这样的等于说无人机去对他做这些突击之外，其实前面的几天大家知道有好几座大桥被炸，现在甚至克里米亚那边的大桥现在还在被炸，他现在还在做这些动作，所以以普丁的个性来讲。他觉得老脸应该会挂不住，为什么？因为既然川普要我们谈，他觉得说我一定要在我是很有优势的情况下来谈，我才会有利嘛。那现在我如果是被打到灰头土脸，然后我跟人家上谈判桌，我就没有头嘛，这是一个心态。所以川普前2天就打给习近平之前是打给普丁，普丁跟他讲说我会报复，我一定会报复。那报复果然来了。他现在也是用无人机，天天轰炸你基辅，每天500架。好，那你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现在就变成他希望说美国你那个你协助我这个不要撤走啊。那欧洲你们欧盟这些北约这些国家，大家赶快来协助我啊。可是现在大家就觉得没有像过去那么积极啊。那我觉得说对那个泽伦斯基来讲，他可能前几天还在喜悦之中。但是你没有把俄国把他打到他抬不起来的话，你现在让他报复，那现在一定让这场俄乌战争更不可收拾。所以川普有看到这一幕，你们两边都这样打的话，我已经没办法下去去。可他形容小孩子打架，他是想人命关天的上升，他是想把他轻描淡写的但他不晓得那个你看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行为，川普现在也不管了其实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大家看，川普大概前3个礼拜对红海那边是全力攻击，青年行动，对不对？结果其实他偷偷跟对方已经和解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这边美国在大轰炸，他去和解，以色列不知道，他最主要的盟友就在旁边，他不告诉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现在毛毛的，川普这个人不可信任啊。我们过去美国是我们老大哥，我们在这边用他的武器到处在杀人，现在是不是还像过去那么靠谱？现在以色列对川普的质疑，其实会让他的动作更猛烈。这个大家往下看就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然应该是想美国要的都给了吧？哦，包括了矿产的协议也都给啦。那美国刚开始谴责了几句，现在呢，和平协议真的有望吗？昨天连夜乌克兰又遭到了俄罗斯猛烈攻击。我们看到啊，其实乌克兰要再多的防空系统也没用。为什么？因为反制无人机啊，你用飞弹一点用都没有。你真正需要的就是如何侦测，可是现在侦测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以前可以侦测之后使用电子攻击的方法，让无人机没有办法进行攻击，然后直接坠毁。可是现在在战场上面，他们大部分都使用的是光纤无人机，也就是它不再使用无线电讯号，它是后面拖的一个细细长长的线啊，甚至在战场上面的树上面都像那个蜘蛛网一样。所以为什么称之为蜘蛛网行动？其实它的原理从此而来啊。我们看看5月份啊，这个乌克兰被炸的部分啊，除了我们看到基辅之外，其他就是哈尔科夫以及在前线的各个部位，那还包含敖德萨，包含了红军城这个位置啊。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一个俄罗斯的攻击，它不是只攻击这个基辅而已，它是包含他所要的一个战略重镇，他通通都要攻击啊。那我们从这一次印巴的冲突之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体系化建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单一的国家，你只要你想买单一的歼10C，其实是没用的。你要连同相关的地面的防空飞弹以及预警机一起买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印度知不知道这件事？其实印度知道啊，印度它使用不同的预警机来指挥不同的飞机。那他知不知道他应该跟法国要这个原始码 source code？ 他知道，可是法国就是不给。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个军火大国来讲 ，source code 也就等同于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啊。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印度他想要，可是法国不给，但是现在有人给了。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替代品的部分，谁给了？俄罗斯给了。俄罗斯啊，你就说你买我的那个苏凯57，我就连原始码一起卖你，这会可厉害了吧？那其实这件事情啊是早有预兆，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2月的时候，印度航空展，我们竟然可以看到 F-35A 跟苏凯57一起在参展啊。这个镜头从来没有。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德国总理访问白宫，应该也是鼓起了蛮大的勇气。我觉得他送给他这个川普这个礼物，说你的阿公在德国出生，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讽刺。可是川普不会很开心的样子。不，因为说老实话，德国人是非常内敛的，不会像川普这样子这么这样子肤浅的这样在那边外面乱表达意见的德国人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今天送他这个意思说，你不要忘记你是德国的后裔，德国人不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然后川普说这个普丁跟这个泽连斯基像2个小孩子打架，那川普你平常没事跟人家吵架，跟马斯克吵架，你也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川普的行为跟小孩子没两样，但是你今天把这个乌克兰现在就是等于是说，对不起我不管你了，你们自己去吵，你们吵出一个结果来，就好像我当初我的2个儿子也是，他们会吵架，有的时候，那我太太会说，你们自己解决你们的问题。那现在我觉得川普好像撒手不管了，就是你们自己要打就打，要怎么样要处理。可是当初为什么矿产协议不是签完了，不是配合你了吗？而且为什么泽伦斯基会做这些动作？都是你们美国鼓励的，叫我打的要加入欧盟，要加入北约，对不对？然后一回头没人了，一回头没人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最糟糕的部分，始乱终弃。川普会认为那是拜登干的，不是我不是，矿产是他拿的对，矿产他拿到了，拿完了之后金银财宝搬走了，然后就说你们小孩子打架我管不了，这样对吗？他没道义，当然是不对了。